语学习系列，仅用521个单字开口说英文。欢迎来到今天的解析。说真的，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当你终于要开口说英文的那一刻，脑袋突然像宕机一样一片空白，就好像你被那个觉得自己单字量太少的巨大恐惧给彻底吓傻了，结果半句话都挤不出来。别担心，你绝对不是孤单的。今天我们就要彻底打破这个单字量焦虑的迷思，而且我会直接给你一套超级实用的框架，让你从今天开始就能带着真正的自信，自然地开口说英文。好，让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吧。如果你在该开口的时候总是整个人僵住，觉得压力山大，完全不知所措，那你真的来对地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一起把那些永远背不完的单字表，通通丢进垃圾桶。你知道吗？我们一直以来都被灌输了一个超级错误的观念，我们经常骗自己，觉得要说的一口流利的英文，脑袋里就得先下载一本厚厚的字典，好像在开口之前每背个几万个单字就没资格说话一样。这真的是大错特错。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字，17万，光听就觉得很沉重，对吧？官方统计显示，英文这个语言里包含了超过17万个单字。当你意识到这个庞大数字的时候，老实说，谁不会感到恐慌啊？你心里一定会默默地想，天哪，这我怎么可能学得完？听着，这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自然的反应。这就像是叫你一口气吞下一整头大象一样，完全不切实际。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把这个压力给释放掉吧。今天这份解析要告诉你一个最核心的真相，那就是521。没错，你没有听错，你确实只需要521个简单而且使用频率极高的单字，就足以让你说出清晰、自然有生活化的英文了。你绝对不需要去死背15000个单字，甚至连10000个都不用。这小小一部分最精华的单字，只要你懂得怎么运用，它就是你通往流利口语的超级黄金钥匙。这边就点出了一个巨大的对比，也就是那种让你心力交瘁的传统学习法跟真正正确的方法之间的差异。错误的方法只会让你困在原地打转，像是死背字典啦，对着那些冷硬的文法规则钻牛角尖啦，最后因为太害怕犯错，干脆闭上嘴巴保持沉默。这真的只会让你停滞不前。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像小孩子自然学讲话一样，专注在那些高频率的单字，不断重复简单的句型，并且最重要的是实际大声地说出来。这一切的重点从来都不在于你知道的多少，而在于你能不能实际运用你已经知道的东西。为了帮你彻底打破这种追求完美单字量的迷思，我们来听一个蛮惊人的事实。就算是那些讲了一辈子英文的母语人士，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根本用不到那17万个单字，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啦！一个正常的母语人士，每天日常对话中会依赖的，其实也就只有大约2000到3000个单字而已。他们就是日复一日地重复使用这同一批单字在过生活。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521个高频率单字到底包含了什么？其实我们说的就是日常生活里最基本的元素，像是我、你、他这类的简单代名词，还有去、来、吃、工作这些基本动作，以及像是好、坏、时间加这种你天天都会用到的形容词和名词。说真的，你大概早就认识这里面90%以上的字了吧？最棒的是，只要把这些你早就熟到不行的基础单字，像乐高积木一样创意组合起来，比如我回家或是你去上班，你就能瞬间创造出成千上万种别人完全听得懂的意思。不过呢，光有单字其实只解决了一半的问题。有一句话形容得超级贴切，句型就像道路，单字就像汽车。你仔细想想，如果没有铺好的路，你的车子就算再名贵，马力再强，也是哪里都去不了的。很多学习者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搜起了成千上万辆就做单字的豪华跑车。但是当真正要开口说话的时候，车子却全部卡在泥巴里动弹不得。
为什么？因为它们没有结构性的道路，没有可以让这些单字平稳开出去的句型。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道路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5个核心句型就是你最新铺好的高速公路，也是你的秘密武器。它们非常基础，但威力惊人。像是我想要、我需要、我准备要去、我喜欢，还有我必须。你看，整个句型的开头完全不用变，你只需要在最后面填入一个基本的动作单字就可以了。比如说，我想要吃，我需要睡觉。只要掌握这5条简单的道路，你就能轻轻松松表达出几百种不同的想法。而且相信我，你的大脑会超级喜欢这种有规律、可预测的模式。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1部分，运用生存英文，掌握你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来听听这句话 ：Yesterday I go to work。这是完美的过去式文法吗？老实说，绝对不是。但是它传达的讯息清楚吗？超级清楚。说实在的，在真实世界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说的生存英文。当你在外面跟外国人讲话的时候，人家又不是来当英文老师抓你文法错误的，他们只是想跟你交流，建立连结而已。他们看重的是你说话时的自信，还有你传达的讯息够不够清楚，而不是你对那些动词过去式、完成式掌握的多么完美。好，接着我们来看看第2部分，克服恐惧，击败追求完美的压力。要真正克服开口说英文的恐惧，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个迈向流利的心理历程。这一切的起点就在第1步，重复使用那些简单的句型。当你依赖熟悉的简单单字，而不是在那边绞尽脑汁想那些超难的词汇时，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你的恐慌感会慢慢退去，你的大脑会开始觉得，这是安全的。而当大脑一觉得安全，你的自信心就会像植物一样自然生长。一定要记住，真正的流利不是说话像机关枪一样快，而是你能说得顺畅，觉得舒服自在。这种自然累积出来的自信，最后就会带领你达到真正的流利。所以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说话其实是一种身体技能，就跟你学打篮球或是弹吉他一模一样。多听英文确实能让你听得懂，但只有你真正开口，去活动你嘴巴周围的肌肉，才能真正建立起开口的自信。因为自信永远是从行动中生出来的。所以这里给你一个马上就能做的挑战，每天只要花短短的10分钟，大声说出5个关于你早晨习惯的句子，实际去锻炼你嘴巴的肌肉，让自己对刚刚说的那些句型感到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舒服。说真的，你永远等不到那种觉得自己100%准备好可以完美发言的一天，因为所谓的准备好，从来都不是坐在那里等来的，而是靠你不断去做才建立起来的。现在你手里已经有了那521个关键单字，还有最核心的句型。今天的解析到这边，接下来的选择权就完全在你手上了。你是要继续退缩，回到过去的沉默之中，还是决定就在今天迈出这关键的一小步，真正用你自己的声音大声把英文说出来呢？大胆开口吧，我们下次解析见。